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那个女枪厄运小姐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像这一局对面的阵容还是比较好的，可能会有点难打。对面女警的话是吧，搭配米莉欧，线上的对方的压制力会非常的强。辅助就顶在脸上。女警的话，她在草里面可以叠多重被动。这里的话一个闪现 Q 把对面给换了，辅助拿到人头的话，这样子互转的话，这边又拿到1血，对方是辅助拿到人头，整体上来说这边是非常赚。而且辅助这边也是拿到人头是吧？1换2，反正兵线的话也不亏。对面回推线，对面少吃了一些兵线的，而且可以穿兵 Q 去消耗对方。这里一个 Q， 被兵挡了。他这个判定有时候有点怪怪的，不过太远的话，他估计会判定到这个小兵身上。如果你贴近这个小兵身后的话，很大概率的话就是会打到人身上。一个 Q， 没有命中小，这个又判定到小兵身上了。所以有时候女枪的这个 Q 它没那么好判定，但这种贴近了以后，他又直接会给你判定到这个人身上。那把辅助人头到手这里附近有眼，给一下点信队友就行了。把兵线一清，这里的话是带了僵尸守卫，所以僵尸守卫的话，只要参与击杀就问题不大。非常好的一个扛塔，极限扛塔，扛了2下。这里的话回家出装备。说实话，在射手绝活歌里面这种属于常青树一般的存在的，就是只有这个月亮 AD 和这个海星 AD 这两个的视频，说实话。好像在油管上是有专门录制他们2个的，有一个是专门只发 AD 的一个博主，我看过他的视频，就是他应该是录制下来以后就直接发，只专门发月亮 AD 的，而且他月亮的那个 AD， 他的 AD 确实整体来说打得非常的稳健，而且操作也非常到位。很少有，说实话，他很少有情绪波动，我感觉他比那个海星 AD 的话，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情绪波动的，但他的 AD 很稳到我都觉得有点强。他算是头部 UP 主了，在这边的话，在抖音的话，这露露追着人家打，哎呦，双杀，露露很凶。这边吸血鬼靠过来，圣有大招飞了，嘲讽到对方没有血池了，可以。这个圣的话，估计也是个绝活哥。我跟你说，你看他那个开那个就是剑的位置开那个领域。就是那个领域，只要打开以后平内伤害是所有平内伤害都失效就直接免疫平内伤害。那这种，然后他会很会就是去把握这个剑的位置放在这个射手位置身上，
这种一般是很少那个什么不玩圣的玩家，就是说不怎么会玩圣的玩家，估计都做不到。算是有一些小高手的话，有时候打着都不会说这么细的去把这个给到自己的 C 位身上附近，就是拉到那个位置。之前你们应该看过他的女警，然后利用和搭配米利欧啊，就是前期的那种压制力啊。然后这局啊，你就看到了啊，如何利用女枪打破这个压制力。女枪其实线上非常强势，特别是这个版本，而且，在干嘛呢？一直 A 欺负射手，闪现跟伤害，一个 Q。直接想送塔，但是应该是没办法了。二换二啊！这里的话，反正只要不是送给佛耶哥跟吸血鬼，送给对面的凯隐，问题不大的。啊，凯隐上单，然后诺手打不过，这也太惨了吧！不过这个上单是水友啊，所以问题不大。中单莫甘娜是吧？哎呀，就是一定是搭配这种免控制。我操，这佛爷哥直接跳大招过来，然后送个人头吗？对方开了个 E 技能，跑掉了。上来，这回跑不掉了。可以看到啊，虽然说，带那个叫什么，带征服者啊，大招伤害就打那种破甲就是带木刃呐，或者说就是破甲的那种的那个女枪爆发很高，但是决定女枪上限的还是这一套出装，攻速暴击流。现在可以看到，现在很多射手啊都已经开始学这些绝活歌啊，第一件做破败，然后第二件做收集者。如果是玩特效流的，就没必要做收集者了。做暴击伤害的话，收集者还是必须要做的。一技能给到减速，对方也是直接交闪现，而且有那个破败啊，是能给到减速，而且是能就是平 A 和技能同时就是命中同时命中那个英雄的时候啊，就是命中3下吧，就是普攻和技能命中那个英雄3下的时候，就会触发这个破败，吸取8.5%的生命值。所以在前期来说，你作为一个射手爆发输出不足的情况下，破败就是一件很好的装备。开疾跑，很凶。对方给大招了，但这边佛爷哥 W 空了。凯隐真的是看着队友空技能，说实话，这种情况下会很无语的，巨难受。就因为有点人已经带过来，你 W 你不晕住他，打不出输出的话，他就算落地肯定是被反秒。这边的话9分钟就已经3件套了，发育非常的快。
这里的话，第4件的话就直接做个火炮。火炮现在还是很多射手很刚需的一件装备。Q 哇，500多血 ，A 一下200多。而且女枪是有一个被动的，只要对方身上没有印记，你平 A 他就是会造成额外的伤害。如果对方身上有印记，那就没办法造成那个额外伤害了。所以像之前端游的话，会有一种玩法，就是一会 A 一下小兵 A 一下人 A 一下小兵 A 一下人，因为触发那个效果伤害以后，它那个就是那个印记，就是没有印记的话，直接打出印记那一下的伤害，平 A 伤害是挺疼的。但手游好像没有那么疼，所以就无所谓。还说没有印记，哦，有印记，有印记。这里的话，这个节奏已经可以非常快了，甚至这边还在加快这个提速啊。那这边的话，想着小龙、大龙一起吃，所以稍微等一手小龙。这个 Q 打到身上，人家就掉半血。狂风之力上来，直接追伤害。先把小龙打了以后回家补状态啊，把那个火炮给做出来，再去打大龙。A 加，这边直接追着杀了都，然后有露露的这个大招是吧？又有那个谁的那个盾啊，这里大招，哎，吸血鬼回家应该是回家回去了。破盾，对啊。所以呢，打露露这种英雄啊，你们一定要去做破盾啊，不做破盾是顶不住的。如果那个什么叫什么这个女枪的话啊，如果你作为一个副 C， 就比如说队里面啊打野跟这个中单的经济都特别高，然后伤害都特别爆炸，你作为副 C， 你就完全可以去玩那个破甲流。但如果你作为像他这个阵容啊，他是一个 C 位核心，那你就一定是要做这套攻速暴击的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哇，很凶，赶紧把血量给吸上来。他这个刷经济的速度是真快啊，没停过。我感觉他都刷出肌肉记忆来了。一技能上来 A 多2下，再 A 这个啊，对方闪现跑了。狂风之力往前追，胜也是很稳，直接就给大招了。凯野一直躲在墙外面啊，这边直接在原地放个 E， 闪现大招吗？没有啊，身上挂着那个吸血鬼的那个大招啊，如果不注意的话，还真有可能会被他的大招爆死。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一波了。那行，这一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